欢迎收看 ADANT 创世纪。今天我们来解读一项颠覆性的长文本智能体研究。针对长文本处理瓶颈，这项工作提出了名为 PEEK 的新一代定位缓存架构。它在海量数据中为大模型构建永久记忆地图。实验表明 ，PEEK 能够将准确率最高提升 34%， 同时降低 80% 的运行成本。这标志着大模型能够摆脱超长文本处理中过目即忘的困境。这源于长文本应用中沉重的性能税。如今，智能体频繁处理超过 50K 的巨型数据库，因为缺乏环境感知记忆，每次提问只能从零重读全量文档，这让系统陷入了西西弗斯陷阱，不仅导致严重的响应延迟，也产生了极其昂贵的 API 费用。这种低效的重复阅读本可以避免。人类查阅庞大资料时会自动建立包含位置的心智地图，但当前的 AI 完全缺失可复用的方位认知。面对同一批文档，每次提问，其记忆都会彻底归零。即使在第100次提问时，它依然在无导航的情况下进行全量扫描。这种频繁的记忆重置严重阻碍了智能体的高效分析。为了打破记忆归零的僵局，必须重新审视现有方案。在系统状态的4象限坐标中，现有的提示词学习主要在主动优化任务状态，而检索增强生成 RAG 也仅仅是被动的卸载上下文。它们都忽略了去主动维护外部环境上下文的认知状态，这导致右上角的主动外部状态管理长期处于空白盲区，而这正是 Context Map 架构专注填补的核心位置。针对这片空白， PEEK 缓存架构给出了解决方案。它首次为大模型引入了认知导航芯片，它是一个体积极小、大小固定的上下文地图，常驻于系统提示词中。它能为 AI 提供跨越多次查询的全局上帝视角，这让智能体面对海量数据时拥有了稳定的方位感知。那么这个上下文地图内部是如何构成的？它摒弃了冗余废话，由3大高密度数据块组成。首先是上下文路线图，用以描述数据块的分布。其次是深度理解，用以呈现知识点间的逻辑关系。最后是高频复用结果，直接保留关键的事实和图表。这3个模块协同，彻底重塑了模型的方位认知。有了静态结构， PEEK 如何实现动态运转？其运行机制受 CPU 缓存启发，它在后台观察智能体的交互轨迹，追踪各轮次的迭代过程。这些轨迹被送入包含提炼器、制图师和驱逐者的缓存策略中，整套系统在无需人工干预下全自动更新地图，并实时反馈。我们来看这一机制的具体步骤。第一步，由提炼器负责。AI 产生的任务日志往往充斥着特定任务的噪音，提炼器如同数据离心机，通过多层结构滤除废话。它只榨取对下次提问有用的环境方位事实，由此转化出整齐的可迁移知识，为建图做好准备。有了可迁移知识，第二步由制图师接管。针对散乱事实，制图师会将其转化为地图编辑指令。它通过增加、删除和替换指令，将知识在网格地图中坐标化存储。每个事实都会分配唯一识别号，进行严密的去重和合并。这彻底杜绝了缓存退化为混乱流水账。建图之后还需要解决容量的限制，这就轮到第3步的驱逐者登场。因为无限的记忆等同于没有记忆，地图容量被严格限制在极小的固定预算内，通常只有1024 token。一旦超限，驱逐者将启动优先级算法，果断清退低价值细节，通过锁定核心数据，牢牢守护住整张地图的安全。设计完缓存逻辑后，团队将 PEEK 投向了极限测试场，让它与顶尖提示词学习框架 ACE 直接对决。测试之一是关注推理与信息聚合的 Oolong， 测试之二是 Sealbench， 要求大模型必须通过长文快速掌握业务法则。在这2个硬核测试中， PEEK 的表现都大幅优于基线，具体数据展现了 PEEK 压倒性的准确率优势。在第1项 TREC 问答测试中， PEEK 取得了 58.1% 的成绩，比基础模型提升了 27.8%。在雅虎主题分类测试中，其准确率达到 57%， 相比基础模型提升了 34%， 领先最强基线 ASIC 高达15个百分点。有了地图导航，大模型的能力打破了原有的天花板。除准确率外，
，PEEK 在运行效率上同样优势惊人。在准确率与迭代步数的坐标图中，它处于最左上角，牢牢占据着帕累托最优边界。相比于频繁试错的 ACE，PEEK 在执行时大幅减少了93到145步迭代，这说明智能体不再需要翻箱倒柜地盲目搜索。迭代步数的减少直接引发了一场成本革命。从成本与得分的散点图来看， PEEK 实现了对其他方案的双重碾压。ET 将环境探索卸载到极小的提示词缓存中，相比于最强基线 AC，PEEK 惊人地降低了 5.8 倍的成本，这让智能体能以极低的开销处理更复杂的任务。为了降本，人们常尝试保留聊天历史，但实验表明，共享聊天是个致命陷阱。它不仅会让成本飙升 1.4 倍到 3.9 倍，堆积的噪音还会直接导致准确率下降，因为历史流水账根本不等于方位认知。而 PEK 构建了结构化的坐标系，只提取用户上下文、任务目标以及语义知识和活跃约束等节点，从而实现了信息的精准过滤。除了过滤噪声，这背后还隐藏着深刻的路线之争。尖端框架 ACE 侧重于学习任务策略，这容易让 AI 走入过早优化的捷径，从而丧失全局视野。相反， PEEK 选择缓存环境的特征与方位，通过建立全局心智模型，智能体能牢牢掌握全局坐标。正是这一策略差异，让 PEEK 赢得了 9.9% 的绝对优势。为了探究优势背后的成因，研究团队进行了消融实验，结果表明 PEEK 的3大组件缺一不可。当移除驱逐者并冻结预算时，由于无法清退低价值信息，准确率下降了 10.2%。而合并提炼器与制图师时，由于提取的事实产生记忆污染，准确率也下降了 7.7%。这证明分离提取与编辑逻辑并维持严格的淘汰机制是防止缓存退化的核心法则。既然淘汰机制如此关键，那这个上下文地图究竟需要多大体积？实验表明，它完全不需要很大的空间。在5G21024和2048等严苛预算下，系统都在低开销下指向了高精度的最优区域，这带来了无视预算限制的一致质量跃升。这说明地图结构的存在本身远比其绝对体积更为重要。除了不挑剔容量预算， PEEK 同样不挑剔底层模型。作为一个完全与模型无关的架构，它的算法和提示词无需任何修改。在测试中，它能无缝迁移到 GPT-5 mini 以及前沿模型 GPT-5.5 上，哪怕是在顶级开源模型 QN3 Coder 上，它的性能增幅和降本规律依然铁律般生效。这种跨越开源和闭源生态的普适性，证明了 PEK 架构卓越的兼容能力。基于这种广泛的兼容性，团队进一步测试了它的商用实战能力，将实验底座从学术级的 RLM 换成商用级的 OpenAI Codex 智能体。结果显示，在部署 PEK 之后，其性能提升幅度甚至比在学术底座上更加显著。这证明 PEK 已经具备了直接在工业级和商用场景落地的强大实力。在技术深水区，有必要厘清 PEK 与常见 KV 缓存的区别。传统的 KV 缓存位于模型层，专注于芯片级算力加速和复用 token 状态。而 PEEK 上下文地图则作用于智能体层，是优化思考逻辑和方位认知的语义产物。由于两者所处的层级不同，它们完全正交互补。这意味着开发者可以把它们叠加使用，同时享受极致的硬件速度与逻辑效率，让大模型面对相同文档一遍遍从头阅读的时代至此宣告结束。PEEK 通过独特的上下文地图补全了主动外部状态管理的拼图。它赋予了智能体构建心智地图的能力，使其拥有了长期方位认知。这预示着未来长文本智能体的研发将从被动检索转向主动的认知缓存。你可以关注这项工作的代码仓库，尝试在自己的长文本应用中部署这一架构。一个真正拥有长期智慧的智能体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